当地时间周三，欧佩克加宣布每日减产石油200万桶。这一决定引发美方强烈反应，白宫指责其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观察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1个多月，欧佩克加此次减产令不仅加剧了国际油价的上涨预期，也让近期支持率跌至40%的拜登政府雪上加霜。周三，欧佩克加在维也纳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自11月起至2023年12月，每日减产石油20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需求的2%左右。这是自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石油减产措施。欧佩克加在会后公报中强调，减产是由全球经济和石油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驱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非欧佩克成员国采取了一贯以来的积极主动和先发制人策略。对此，白宫直接指责欧佩克与俄罗斯站在一起。白宫声明称，总统拜登对减产的短视决定感到失望，他将与美国国会一起协商对策。拜登周四也被多家美国媒体询问关于欧佩克加的减产决定。Disappointment, and we're looking at what alternatives we may have. 纽约时报援引专家分析称，欧佩克加减产将对全球石油价格产生很大影响，预计每加仑汽油上涨15至30美分，也让美国限制俄罗斯石油收入的努力陷入危险之中。CNN 等美国媒体还直言，这是对拜登政府的直接打击。拜登在今年7月曾访问中东，试图说服沙特增加石油产量，而沙特方面在当时的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将要增加石油供应量，只是在8月份短暂地进行了小幅增产。No, the trip was not essentially for oil. The trip was about the Middle East and about Israel and rationalization of positions. But it is a disappointment, and it say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为对抗欧佩克加的减产决定，美国的反击已经在路上了。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周四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正在研究所有立法工具，包括反石油生产和出口垄断法案，以最有力的手段应对这一令人震怒且自私邪恶的举措。该法案允许美国政府以操纵能源市场的理由对欧佩克成员国提起诉讼，并寻求数以10亿美元计的赔偿。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援引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受当前形势所迫，拜登政府甚至正准备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或将允许美国第2大油企雪佛龙恢复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此举为美国和欧洲市场可能重新开放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铺平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欧佩克加的减产决定不仅掣肘美国在俄乌冲突上的外交政策，更直接冲击了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在国内的选情。在距离中期选举只有1个月的情况下，油价上涨势必破坏民主党的选情。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拜登政府的支持率本周已降至40%，接近其就任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半岛局势持续升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周四出动8架战斗机与4架轰炸机，可以接近美韩联合军演的空对地射击区。韩国空军也派出30架飞机随即紧急出击应对，双方对峙持续了约1个小时。此外，美日韩周四起在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上联合实施反导演习，直指朝鲜近日的射弹动作。战术行动线是韩军在军事分界线和位于黄海的北方界线以北20至50公里的朝方上空设定的假想界线。朝鲜飞机一旦接近或飞越此线，韩军战斗机就会紧急出动应对。朝鲜军机当天未越过战术行动线。据悉，朝鲜同时投入战斗机和轰炸机进行示威性编队飞行和空对地射击，尚属首次。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介绍，朝鲜当天派出的是8架米格29等型号战斗机和4架伊尔28轰炸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朝鲜空军最先进的作战飞机就是40架米格29战机，但都属于早期型号，雷达火控都已严重落后，不具备中程打击能力。朝鲜空军重视的是前线航空兵当中的歼击航空兵，比较重视米格29这种中型歼击机，其主要任务就是掩护坦克、远程炮兵火箭炮和导弹部队进行战斗，而不是进行制空权争夺。
伊尔28是苏联第一种量产的喷气式轰炸机，设计制造于上世纪40年代末。朝鲜目前仍有数十架在役。有报道称，朝鲜将伊尔28的弹舱门拆除，改装挂架，可以挂载一枚白蚁反舰导弹，增强攻击能力。现在朝鲜呢，在战机方面基本上是和韩国空军呢存在着代差的。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实际上朝鲜空军呢也没有进行过战机的更新。因为呢，现在韩国呢已经是买了美国的 F-35隐身战斗机了嘛，这个要比朝鲜空军大多数的战机要领先2代，那这个代差呢就更大了。南北双方在火力上面的差距在进一步的拉大。那么这点上呢，所以也有很多的专家认为呢，就是这个现在北方来进行类似的展示，其实并不有利于自身。国防部长官李钟燮周五上午召开韩军主要指挥官视频会议时表示，不能忽视朝鲜发起声东击西式战术性挑衅的可能性，并要求全军官兵加强现场应对态势和精神武装。李钟燮表示，有必要展现强有力的韩美联合应对能力。当天，李钟燮还会见访韩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双方就韩美同盟事务交换意见。据韩联社报道，李钟燮和阿奎利诺一致认为，最近韩美坚决反制朝鲜挑衅，向朝方释放了强硬信号。双方还商定密切韩军和印太司令部的合作，进一步巩固韩美联防态势。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接见阿奎利诺时强调，韩美同盟是维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轴心，并称恢复韩美联演可提升对朝威慑力。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访韩后参加的韩美海上联演成功实施，就有效显示了美国强有力的延伸威慑力。就是美日韩三方的军事合作提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韩国方面在整个的军事体系的水平，实际上应该来说，在整个的东北亚乃至整个印太方向，这2年都是走得最快的。说日本方面其实很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其实是北方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么当然日本方面是希望能够跟韩国在很多领域有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方面当然试图去让二者呢去共同应对美国在印太方向这些所谓潜在的假想敌。那么因此呢，我觉得对于现在日韩来讲，那么怎么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是继续把自己彻底的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还是选择一条有利于自己、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道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日韩方面要认真的考虑的。周四，美日韩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上联合实施反导演习，以反制朝鲜射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美国里根号核动力航母及美日韩3国的宙斯盾驱逐舰本福尔德号、鸟海号、世宗大王号参加演习。美日韩假设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实施演习，通过共享拦截目标情报，熟练掌握探测、追踪、拦截流程。韩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海上反导演习，进一步提高应对朝鲜导弹的作战能力，并巩固防卫态势。美国印太司令部还表示，3国军舰都装备了最新的宙斯盾防空反导系统，可以轻松发现和拦截现有的非合作方弹道导弹。朝鲜方面连续射弹后，韩国方面反应激烈。据韩媒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四表示，为加大对朝鲜核岛威胁的应对能力，韩军正在实现从核武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体系到韩国型3轴体系的转型，从而强化韩军戒备态势和军事能力。作为对朝鲜连续发射导弹的回应，美韩军方于周2深夜至周3凌晨也进行了联合地对地导弹射击演习。不过在此过程中，韩军发射的一枚玄武2C 弹道导弹因事故坠入江陵空军基地，该基地距离居民区仅700米。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金承谦周四在国会就军方导弹误落扰民一事道歉。至于事故原因，金承谦指出，导弹发射前的检查过程中并未发现任何异常。经过2天的紧急调查，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初步研判，该导弹控制系统出现缺陷。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周五也表示，类似导弹误落引发国民担忧的事件今后不应该重演，希望有关部门引以为戒，加强训练和应对态势，恢复国民对军队的信赖和爱戴。导弹的自控系统出现了问题，使得呢导弹在飞行过程中自
姿态呢无法保持稳定性。那么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就是韩国的中程导弹技术实际上一点不成熟。据悉，韩国此次发射失败的玄武2C 弹道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也被称为是韩国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去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期间，与拜登签署协议，废除了美韩导弹指南。这意味着美国对韩国自主发展导弹上的射程和弹头质量的所有限制全都取消，韩国在发展导弹技术上彻底拥有了自主权。指南废除才1年时间，韩军就已经拥有了射程达3000公里的玄武3D，以及载重2500公斤的怪物导弹玄武4，显示韩国方面一直以来通过各种方式发展自身的导弹技术，为加大对朝鲜核岛威胁的应对能力，韩军正在实现从核武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体系到韩国型3轴体系的转型，并且明确区分二者的目的和概念，从而强化戒备态势和军事能力，并缩短武器部署耗时。所谓韩国型3轴体系，是指具备先发制人的杀伤链、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大规模惩罚报复计划的军力增强计划。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朴槿惠执政时期曾使用该表述，文在寅执政时期实际未曾使用。但就在今年5月，经韩国军方内部讨论后，有关概念将变得更加明确。而对于3轴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在不久前举行的首尔安全会议上更是强调要重点打造，并提高其中设备零件和核心技术的国产化比重，同时通过加强与北约合作提升防御效能。至于韩国近年来为何加紧推进新一代导弹防御体系建设，军事观察员邵永龄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除了应对来自朝鲜等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外，韩国还有自己更多的盘算。韩国呢就想通过建设新的导弹系统，特别是更多的使用自己的技术，也有利于韩国实现国防独立。不然呢，它会一直依赖美国。再有就是第3个方面呢，我觉得韩国呢，其实它一直想成为一个军工出口的强国。所以如果它发展新的反导系统，这里边呢比较多的用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装备，当然呢，对于军火出口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据报道，韩军新一代导弹防御系统是由陆海空3军联合打造的导弹防御网。一是计划在2027年前投入7500亿韩元，约合5.3亿美元，增购美国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并且升级现有的爱国者2系统。二是在2026年前后正式装备有韩版萨德称号的远程地对空导弹。3是计划在2025年前分2批引进3艘新型宙斯盾舰，并且采购标准6导弹，使韩国的宙斯盾舰具备在海上对弹道导弹进行末端拦截的能力。报道称，韩国未来还将通过加强与北约合作，提升导弹防御效能。他和美法等北约国家呢，就反导防御合作签署了正式协议，确立情报共享机制，定期举行交流会晤。第2个呢，就是加强联合演训力度。那今年在太平洋中2022反导防御联合演习当中呢，韩国海军呢派出了世宗大王号宙斯盾舰。虽然说这个宙斯盾舰呢不能发射拦截弹，就是没有反导能力，但是呢，它参与了对近程弹道导弹防御阶段的任务。通过这个合作呢，能够快速的提高韩国的反导能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日前表示，韩军将加快打造新一代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您怎么看韩国现在的战略转向呢？最近一段时间，半岛形势骤然紧张，美韩军演，美国副总统到访38线的朝韩非军事区，再就是朝美韩3方的导弹发射的竞赛。整体来说呢，半岛形势基本上是回到了2017年的时候。虽然在此期间，朝美领导人举行了几次会晤，半岛的局势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缓和，但是呢，基本的问题没有发生变化，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又回到了对抗的老路上来了。美韩政府领导人更迭，政策呢也在回调。我在之前就评论说呢，文在寅总统的后2年，韩国的政策其实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现在尹锡悦总统上台之后呢，只是加快了韩国战略调整的步伐，或者说是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转向。
在我看来呢，这种转向至少包含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韩国的军事化水平在上升，武装韩军成为美韩两国心照不宣的共识。在拜登上台之后呢，美韩领导人会晤之后，就解除了韩国导弹射程的限制。韩国的军备发展，尤其是导弹的研发和生产在加速。韩国的发展和强化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这种战略转向最直接的一个体现。韩国的保守派掌权，另外呢，美国的拜登总统忙于应对欧洲的局势，放手韩国自我防卫，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就是在半岛南北双方进行导弹竞赛之际呢，美国不担心韩国对朝鲜采取阳光政策，韩国自己发展军力其实也是分担了美国的战略成本。在此过程中呢，美国可以向韩国出售相关的武器系统，对美国的军火集团呢再大赚一笔。拜登今年访问韩国之后，美韩重启了延伸威慑的对话，也就是说呢，在未来美国将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半岛的核威慑体系基本上是美国和朝鲜，而韩国主要发展导弹防御体系以及相关的常规的军备，由此必然会导致半岛威慑体系的进一步失衡。美韩之间的分工体系已经成为现实。第三，就是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竞争之中呢，韩国意外成为全球性的技术强国，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凭借这一优势呢，韩国被接纳进入美国主导的西方军事体系之中。韩国与北约以及欧洲国家合作是愈发密切，不排除未来韩国将成为先进武器装备出口商这种可能性。当然呢，这对韩国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的确是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地位，另外一方面呢，又是韩国不得不与美国绑得太紧，尤其是美国要求韩国加入到印太战略体系之中，无疑会损害韩国的战略利益。朝韩军机非常罕见地出现了对峙，那么对于这一轮半岛局势升温，您怎么看呢？与5年前相比，半岛局势更加的复杂，风险呢也更高。除了此前的朝鲜核岛与美韩军演的对峙之外，还出现了朝韩之间的导弹军备竞赛以及两国军机对峙这样的现象。这说明半岛南北之间的军事竞争的面越来越大，无疑大大增加了擦枪走火的风险。这一轮局势升温造成的最大的影响就是美日韩关系的强化，从2个双边同盟向1个3边同盟的转化。从战略层面来讲呢，这既不利于朝鲜自身的利益，也增加了地区局势失控的风险。首先，朝鲜的导弹威胁这个话题呢，成为美日韩3国共同的话题。客观来讲，日韩之间或者美日美韩关系呢，其实是存在非常明显的温差的。但是在共同应对朝鲜导弹这个问题上呢，他们无疑走到了一起。除了进行联合军演之外呢，韩日的领导人在朝鲜发射导弹当天就进行了通话。其实尹锡总统上台之后，希望改善韩日关系，但是呢一直进展不顺。这次因朝鲜导弹发射的事件呢，双方第一时间通话，并且约定将不分规格就安全问题等各种事务随时保持沟通，无疑为韩日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无论朝鲜的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帮助日本政府推进了既定的政策。最后，这一轮的局势升级形成了1对3的格局，也就是朝鲜一个国家对抗美日韩3国。朝鲜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美日韩3边同盟，在东北亚形成了冷战阵营的回潮。对朝鲜来说呢，阵营对垒的格局是有利于朝鲜的，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期了，阵营对垒不符合东北亚地区的发展潮流。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就是反对对抗，尤其是阵营化的对抗。半岛的无核化，半岛的和平符合各方的利益，需要各方以政治和外交的方式逐渐拆解难题，超越冷战思维的陷阱。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战事焦灼，双方继续在乌东部、南部展开激战。在欧盟宣布对俄实施第8轮制裁后，普京周四表示，俄经济已经开始逐步恢复到去年的水平。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盟追随美国对俄实施多轮制裁，但制裁引起的反噬效应明显。
就连欧洲经济底子最厚实的德国，也开始忍不住抱怨美国对德国收取过高的天然气费用。美国战争研究所评估称，乌克兰取得战果的主要因素是当地俄军部队各方面综合能力非常糟糕。赫尔松州北部的俄军部队完全力量不足，兵源不足，战线拉得非常长，俄军没有人力填补。随着这个双方的这种军事人员的损失伤亡加大，以及军事设备装备的这个损失加大以后，可能战争会进入一个相持的阶段，双方会有休整、调整战术啊等等吧。这个阶段过后呢，这个战争还会继续，所以由此我们看到这个战争它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同时也是一个消耗战。对于当前的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表示，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3.5%以下，低于部分欧洲国家。俄罗斯经过了4个月的工业生产水平下降，已经开始逐步恢复到去年的水平，汽车和冶金行业也正在恢复。普京指出，目前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货物的国家不得不额外增加在石油、天然气和钢铁进口方面的支出，而俄罗斯出口商也正在寻找其他市场，但这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时间来重新建立起供应链。当前俄罗斯的合并预算盈余为 1.4 万亿卢布，约合228亿美元，非油气收入高于预期。普京说，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将不断加强，需要谨慎对待其对俄经济影响。普京还下令要求保障俄罗斯宏观经济的稳定恢复。短期内呢，我觉得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呢不是很大，但是由于这个俄乌军冲突爆发以后，西方对俄罗斯这种全面的经济制裁，它会在中长期内就会出现一个影响，供应链断裂，还有就是投资减少、急剧减少，还有劳动力的这个不足呢，就会影响到这个俄罗斯经济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复苏。近来，美西方不断炒作俄罗斯动用核武器这一话题。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自冷战以来，世界首次面临核末日风险。这也是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就核问题发出的最严厉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呼吁北约对俄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对此，俄方指责泽连斯基是在试图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拜登星期四在纽约的一个民主党筹款活动上表示，普京动言使用核武器绝非开玩笑，因为俄罗斯军队的表现明显不达标。拜登还就核武器威胁发出严厉警告。他称，如果按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这将是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首次面临使用核武器的直接威胁。 He is taking these explicit nuclear threats that you've seen coming out of Russia very seriously, because we've heard what Putin has said, we've heard what President Biden's top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they believe is realistically the case. They don't actually see any movement toward using nuclear weapons in Russia, but they are on high alarm. But President Biden is at this Democratic fundraiser in New York tonight, and he was speaking to donors, making clear he is taking it seriously. 拜登还表示，美国正试图弄清普京为摆脱战争是否还有其他出路。下个月，拜登将前往印尼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峰会，届时不排除与俄总统普京会面对话。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官员一直警告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拜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那么2战结束以后的格局将会被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在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一场线上会议上就呼吁北约对俄实施先发制人打击，以阻止俄罗斯使用核武器。Що повинно робити НАТО? Унеможливлювати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 Росією ядерної зброї. Але, що важливо, я ще раз звертаюсь до міжнародної спільноти. Як це було до 24-го? Превентивні удари, щоб вони знали, що з ними буде, якщо вони застосують. 该言论引发俄方猛烈抨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责泽连斯基是在试图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并特别点出了美国和英国。This statement by President Zelensky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Washington, London, and the EU states. Such statements are nothing else but a call to initiate a new world war with unpredictable,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西方正在假借泽连斯基之手煽动核战争。我觉得他也是在
不断的进行就扩大反俄的这种联盟，呼吁甚至超出了这个欧洲范围之外的这个一些国家对他的这个更广泛的支持。说他要求先发制人的打击，也是表明了就是如果你不能支援我核武器的话，那么在其他的杀伤性大的这种武器上，你要对我进行加大支持的力度。那么我觉得西方态度呢，主要还是应该他们还是维持着一种平衡，就是在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以及不被卷入到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之间的这种平衡。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特别指出，即便是关于核冲突的讨论也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关于使用核武器的任何评论，我请大家关注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发表过的讲话，他的立场没有变化。古特雷斯9月22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称，核冲突的想法很久以前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已经成为讨论的对象，这本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周四在一场公开活动上也再次谈到了乌克兰危机，他呼吁国际社会应严肃认真对待来自俄罗斯的讲话，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之视作虚张声势。他强调，在处理乌克兰危机时，应同时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只有在俄罗斯参与下，欧洲才能获得持久和平。他还认为，欧洲应该与俄罗斯合作，建立泛欧安全架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宣称，俄罗斯领导人正在威胁使用核武器。俄乌冲突令全人类面临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核危机。那么对此您怎么看？俄乌冲突真的向全面核对抗发展吗？主持人好，我想我可以从2个层次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俄罗斯威胁使用核武器了吗？答案是威胁了，但不多。9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布部分动员令时强调，如果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我们无疑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9月27日，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假如乌克兰政权做出大规模侵略行为，对我们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俄罗斯将被迫使用最可怕的武器。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都没有发出明确的核威胁。一切可用的手段是否包含核武器？最可怕的武器是否就是核武器？外界其实不得而知。俄罗斯领导人实际上发出的是一种模糊的核威胁。第二，俄罗斯为什么要发出模糊的核威胁呢？因为俄罗斯的目的，我不认为是像欧美媒体所渲染的那样，为了吞并乌克兰而不惜将全人类带入核战争的深渊，而是将超常规的核武器应用到常规的威慑之中。这种操作我们其实并不陌生。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谈及伊朗核问题时就表示，会保留所有的选项以达至我们的目标。2018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威胁朝鲜时也指出，所有选项都有可能，以保持最大压力。就连拜登在警告普京不要使用核武器时，也进行了类似的表述：我不会告诉你有什么后果，但是会有最严重的后果。美国政府的所有选项和最严重的后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不难发现，在话术上和普京所谓一切可用的手段，亦或是梅德韦杰夫最可怕的武器，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一种模糊的核威胁。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核武器，你也不知道我会不会使用核武器。然而在毁灭性的试错成本面前，没有人愿意去赌模糊的核威胁背后究竟有着多么清晰的战略决心。某种意义上，这种超常规的战略威胁，就是在通过制造最大程度的不安全感，来迫使博弈对手采取最保守的策略，从而赢得博弈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为什么说俄罗斯不主动寻求以毁灭为目的的全面核对抗呢？因为当俄罗斯选择了模糊的核威胁，而不是明确的核威胁，就已经充分表明，俄罗斯还是希望可以在最终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就能达成战略诉求。换言之，对核武器的使用与否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俄罗斯不会在相关文件规定以外的其他情况使用核武器。其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进一步强调，俄罗斯全面恪守防止核战争这一原则。
有趣的是，10月4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也表态道：“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因此也没有任何理由调整当前的核态势战略。”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友核国家之间的默契，挑逗一番可以，来真的就算了。那这是否意味着全面核对抗的风险并不存在呢？我很希望能这么说，但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我刚才的观点是，俄罗斯并不主动谋求一场以互相毁灭为目的的全面核对抗，但不意味着这个结果就一定不会出现。俄罗斯的核武战略认为，在军事冲突升级的情况下，展示使用非战略核武器的准备和决心是一个有效的威慑因素。实际上，自冷战时代开始，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军事体系就奉行所谓升级等于降级的理念。也就是说，通过有限的使用核武器来迫使对手停止敌对行为，从而避免双方之间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也就是说，在模糊的核威胁与毁灭性的核战争之间，俄罗斯还有一个有限核打击的中间选项。但问题在于，有限度的核打击在俄罗斯发起之后，能否同样有限度的结束？最终，有限的核打击和无限的核战争之间的界限会否变得模糊？这些都会是巨大的不确定性，每一步向前都可能是万丈深渊。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要求对俄罗斯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解除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能力，更是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为泽连斯基讨论的甚至不是某种有限度的核打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核对抗。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先发制人，而在于试图解除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能力。对于友核国家而言，这一目标通常出现在全面核战争的第一环之中。事实上，我完全无法理解泽连斯基在说出这句话时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而我们的确也很快看到，乌克兰政府随后宣称这是一个口误。泽连斯基寻求的是对俄罗斯进行更大规模的制裁，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口误吗？近日，美俄之间突然重启红色电话，意味着两国间核战争的风险面临骤然升高，而不得不寻求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强调，有一些想法压根就连只是想想都不能接受。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